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，明明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，却被对方一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？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自己太笨？是不是自己逻辑不行？是不是活该被人牵着鼻子走？停下来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不是智商问题，这是机制问题。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是为了逻辑而设计的，它是一台追求效率的机器，它喜欢捷径，它喜欢情绪，它喜欢别人都这么说，所以肯定对。你被套路了，被你自己大脑的偷懒机制套路了，被那些懂得利用这些机制的人套路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逻辑不是天赋，是工具。就像你不会天生就会开挖掘机，但学会了就能挖得更深。你不需要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人，你只需要认清18个最常见的逻辑陷阱，一旦看清它们，你就再也不会被轻易忽悠。你的智商上限啪就解锁了。很多时候你争论输掉，不是因为你的观点不对，而是因为对方根本不针对你的观点，他直接攻击你这个人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你读过那么多书，还不是一样被人骗？你以前做生意失败过，你现在说什么我不会信，你这个人道德有问题，你讲的话都是假的。这叫人身攻击谬误。他绕开事实，专门攻击发言人本身。背景、外貌、经历、道德，全都可以被拿来当武器。大多数人以为一个人人品不好，他的话就一定是假的。科学真相是，事实和说话的人没有必然关系。就算对方是个大骗子，他讲1+1=2，这句话依然是真的。就算对方是你最崇拜的偶像，他讲地球是平的，这句话依然是错的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下次和人争论时，把这个人和这句话分开，在心里画一条线，强迫自己只评价论点本身，不要管这句话是谁说的，就凭这一步，你已经比90%的人清醒了。还有一种陷阱更隐蔽，你身边一定有人讲过这种话：不好好做功课，考不上好大学，找不到好工作，人生就完了。今天被老板骂了一句，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？我这辈子是不是都做不好了？这叫滑坡谬误，把一件小事无限推演成一连串灾难，中间根本没有可靠的因果关系，只是你自己吓自己。大多数人以为事情往往就会按照最坏的路径发展，科学真相是，世界充满了分支和可能性，一种可能性不等于唯一可能性。不好好做功课，不代表就会吸毒犯罪；被骂一句，不代表职业生涯完蛋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脑中出现一连串那就会的时候停，问自己一句话：这件事有证据表明一定会发生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只是一个故事，不必当真。第3个常见的陷阱是假两难谬误，把一件事的选择压缩成2个极端，让你以为只有2条路可以走，要么你通宵做完这份报告，要么你就等着被炒，要么你留在这段痛苦的关系里，要么你就孤独终老。大多数人以为真的只有这2个选项。科学真相是，选择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。你可以和其他同事分担，你可以用 AI 工具提高效率，你可以申请延期，离开一段关系，也可能是新生活的开始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感觉自己被逼到墙角时，拿出纸笔，强行写出第3、第4、第5个选项，哪怕看起来很荒谬。写出来，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寻找路径。你有没有试过因为某个专家说了什么，就深信不疑？哈佛教授说这个有效，那肯定有效。大 V 都这么做了，我照着做准没错。这叫诉诸权威谬误，把权威人士的话当成真理，拒绝独立判断。大多数人以为权威说的就一定对，科学真相是，权威也是人，也会犯错。权威在一个领域擅长，不代表在其他领域也擅长。更关键的是，
权威的结论必须有证据支撑，没有证据的权威只是意见，不是事实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下次听到任何某某专家说的时候，追问一句，这个结论的实验数据在哪里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当成一个观点，而不是真理。还有人喜欢用大家都这么说来压你。大家都在买这只股票，你还不快买？人人都这么做，你就跟着做吧。这叫诉诸群众谬误，用多数人的选择代替理性判断。大多数人以为多数人的选择等于正确的选择。科学真相是，历史上的很多大错都是多数人一起犯的。郁金香泡沫、南海公司泡沫，都是人人都在买的时候崩盘的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不是因为少数人聪明，而是因为少数人会独立思考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想跟风的时候，问自己，如果所有人都做相反的事，我还愿意做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说明你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，只是随大流。还有一种陷阱很情绪化，对方不跟你讲道理，他跟你讲情感。你想想你的父母，他们多辛苦，你忍心让公司陷入困境吗？你看到那个小孩了吗？多可怜。这叫诉诸情感谬误，用情绪煽动代替事实论证，逃避理性讨论。大多数人以为情绪强烈的事就是真的。科学真相是，情绪和事实是两回事。情感广告让你感动，不代表产品有效。网络上煽动愤怒的帖子，不代表事情的全貌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感到情绪被调动得很厉害时，缓一缓，等30分钟，等情绪高峰过去之后，再问自己，支撑这件事的证据是什么？情绪退去，事实才会浮现。还有一种错误，叫虚假因果谬误。你把两件先后发生或相关联的事，直接当成因果关系。我跑了步，感冒就好了，所以跑步可以治感冒。雪糕销量越高，溺水人数越多，所以雪糕会导致溺水。你肯定笑出来，雪糕当然不会导致溺水，只是天热让人吃雪糕，也让人去游泳，所以关联是假的。大多数人以为先后发生就是因果。科学真相是，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。许多事情只是巧合，或者有隐藏的第三因素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听到因为 A 所以 B 的时候，问一句，有没有可能是 C 导致了 A 和 B？ 或者有没有可能是 B 导致了 A？ 多问一句，你就能避开无数骗局。还有一种最无聊的陷阱，叫循环论证，用结论去证明结论，绕了一大圈，什么都没说。这家咖啡好喝，因为人气旺，人气旺，因为咖啡好喝。你不爱我，因为你没有安全感。你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你不爱我。大多数人以为这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科学真相是，这等于什么都没证明，它是一个闭合的圈，你永远走不出去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发现对方的论证绕来绕去，直接问，你的论据和结论有没有区别？如果没有，直接终止讨论，不浪费时间。还有更常见的一种，以偏概全谬误，用极少数的个案推出普遍结论。我去某个地方旅行，遇到一个很热情的人，那个地方的人肯定都很好。我认识几个做保险的，都不靠谱，所以所有做保险的都不靠谱。大多数人以为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真相。科学真相是，样本太小，个例不能代表整体，少数不能代表多数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想说都这个字的时候，停顿2秒，问自己，我真的见过足够多的样本吗？如果没有，改口说有些和以偏概全很像的，叫意识证据谬误，用个人见闻或者听说来的故事当证据。我爷爷抽了60年的烟，活到90岁，所以吸烟无害。我朋友服了草药就好了，所以这个草药能治癌症。
大多数人以为真实听上去就是真的。科学真相是，个人经历没有经过科学验证。爷爷抽烟活到90岁，你只看到了成功者，你没看到成千上万因为抽烟早逝的人，这叫幸存者偏差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听到一个听起来很神奇的个人故事，反问反面例子有多少？如果没有数据，那就只是一个故事，别当成证据。还有一个很狡猾的陷阱，奇异谬误。同一个词可能有多个意思，对方在争论中偷偷切换意思，让你最后得出荒谬的结论。你有事要早点走。什么有事？我有事其实就是去玩游戏，但你以为是有紧急工作。大多数人以为大家说的是一样的意思。科学真相是，模糊的定义是最大的混乱来源。政治广告、商业宣传最爱用这招。健康、天然升级改善，每个词都可以被包装成对你有利的解释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和别人确认关键词的定义。你说的健康具体指什么？有没有官方标准？定义清晰了，误解就减少了。还有一种转移视线的方法，叫鸿飞于谬误。在争论中突然提一件不相干的事，把焦点带跑。老板批评你的报告没做好，你马上说，我最近忙死了，那么多事情要处理。你转移了话题。大多数人以为我解释了原因，问题就过去了。科学真相是，问题和原因是两回事。报告质量差和你的忙碌没有直接关系，你需要针对报告本身做出回应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在争论中随时问自己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？一旦发现话题被带偏，立刻拉回来，请回到原点，我们先解决这件事。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歪曲，稻草人谬误，故意夸大或扭曲对方的论点，然后去攻击那个扭曲后的观点。你说，我想晚2年结婚，对方说，你根本不想结婚，你不想负责任。大多数人以为对方在认真讨论。科学真相是，对方把你的观点替换成了一个更容易攻击的版本。晚2年结婚，不等于不想结婚，扭曲之后，他就能轻松打败你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对方歪曲你的观点时，立刻澄清，不，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再说一遍我的观点。不要让稻草人代替你。还有一种很反直觉的诉诸无知谬误，把没有被证明是假的东西当成真，或者把没有被证明是真的东西当成假。你没有证据证明外星人不存在，所以外星人存在。你没有证据证明上帝存在，所以上帝不存在。大多数人以为没有证据就是证据。科学真相是，没有证据证明真，不等于假。没有证据证明假，也不等于真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暂不下结论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有人说你无法证明它是假的，所以它是真的时，告诉他，证据的缺失不代表证据的存在，我暂时不判断，等证据出现了再说。还有一种标签化陷阱，分解谬误，把整体的特性强行套到每一个个体身上。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，所以每个香港人都很有钱。这所学校是名校，所以每个学生都优秀。大多数人以为整体好，个体一定好。科学真相是，个体是独立的，整体由个体组成，但个体之间差异很大。统计上平均富，不等于每个人都富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下次评价一个人时，刻意忽略他所在的群体标签，只看他本人。还有一种价值混淆，自然主义谬误，把事实是怎样等同于应该怎样。动物都是多配偶的，所以人类多配偶也是正常的。人本来就是自私的，所以自私的行为都是合理的。大多数人以为存在即合理。科学真相是，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是两回事。存在某种现象，
不代表我们应该接受它。人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物本能，我们有道德选择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听到本来就是这样的，问一句，本来这样就代表应该这样吗？通常你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。还有一种伪平衡术，中庸谬误，觉得中间立场就一定是对的，两边各打50大板。有人说这个药有效，有人说完全没效。那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效果，但不至于太有效。大多数人以为折中就是客观，科学真相是客观取决于证据，不取决于位置。一个立场是否正确，取决于事实，而不是它处在什么位置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当你想说各执一词，取中间的时候，停下先看证据。如果左边有大量科学证据，右边只是谣言，那么偏左才是对的。最后一个陷阱，诉诸新奇谬误，盲目认为新的就是好的，旧的必然过时。现在的年轻人说努力工作就是被老板剥削，这是新的工作观，所以是对的。这个新方法以前没人用过，所以一定很厉害。大多数人以为新进步，科学真相是新旧只是时间属性，和时间是不是对错无关，老的可能是真理，新的可能是噱头。你今天就能做的第一步，下次听到这儿是最新的。问，最新的证据是什么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只是新，不一定是好。以上18个陷阱，你平时一定都见过，甚至自己也犯过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大脑的偷懒机制。人类天生就不喜欢思考，思考很累，但好消息是，你一旦看清这些套路，你就再也回不去从前的天真了。你会自动多问一句，你会自动停下来，你会自动观察证据。现在我给你一套每日检查系统，很简单，一天做3次，刷牙的时候想一下，吃饭的时候想一下，睡前想一下。早晨3问，今天有没有人用情绪话术让我做决定？有没有人用大家都这么做来影响我？有没有人用权威头衔让我不加思考？中午3问，我刚刚是不是把一个例子当成了普遍规律？我是不是把先后发生的事当成了因果？我是不是把事实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混在了一起？晚上3问，今天有没有人被我用稻草人攻击？我有没有用红飞鱼转移话题？我有没有因为听起来很合理就相信了？坚持2周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思考速度变慢了，但准确度大幅提升。你会开始发现很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，其实充满了漏洞。这里我要诚实告诉你，学会这些你也不会从此变圣人。第1周你可能反而会混乱，因为你开始怀疑一切，连自己说的话都开始怀疑，这是正常的。第1个月你会变得有些杠精，因为你看到到处都是逻辑漏洞，忍不住想指出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但要提醒自己，指出漏洞不是目的，理解真相才是。第3个月你开始学会什么时候开口，什么时候闭嘴，你会变得更加从容，因为你知道，就算偶尔被套路，你也能很快走出来。你的大脑不是敌人，他是一个爱偷懒的好朋友。我们要做的是理解他的习惯，而不是对抗他。不需要追求完美，只要每次进步1%，1年后你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最后我要提醒你，所有以上的内容都不是医学或心理学上的诊断。如果你有严重的焦虑或决策困难，请咨询专业人士，这里只是帮你提升逻辑的工具，不是替代治疗。看到这里，你已经是少数人了，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耐心看完，但你有，请你现在做一件事，点赞，让算法把这种内容推给更多人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特别是那些经常在群里争论到半夜的人，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生活中最容易掉进哪一个谬误，或者你见过最离谱的逻辑陷阱是什么？我每一条都会看。订阅这个频道，下期我会讲为什么聪明人
也会被谣言骗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